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小甘，今天又是一期开箱，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个新品有些多，所以这个咱们的开箱环节也多了起来。今天开箱的这个产品是来自 AK 的最新播放器，其实我更愿意称呼它为跨界播放器啊。这一款 PD10是 AK 的最新产品，它与我们之前见过的 AK 播放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在功能与外形方面，对于之前的产品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化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开箱，跟大家仔细说一说。首先第一眼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与之前的 AK 产品包装是不是差异非常大？我印象里面，哪怕是 CA1000啊，它的包装也没有这么夸张。这里我随便拿一个，比如像这个，我之前开过的 SP3000T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的这个对比差异是不是非常夸张？大概占了2个半。它既然做了这么大的包装，那说明里面的东西肯定是和之前有很大差异的。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 PD10， 这次这表面居然是一个红色的，这个我们之前在 AK 的播放器当中见的不多。哦，对，机器先不去管它，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配件，一个保护套，简单的操作指南，送了一张润卡，这个润卡是可以拥有一个60天的免费期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行注册一下。玩润的话，需要您有一台电脑或者说一台全绘的 NAS， 因为我们需要在电脑或者说 NAS 上面部署这个润扣。不过现在玩润的话，还是需要一点手段的。它这个官网我到现在为止还没登上去过。然后这里是贴膜，然后就没有其他东西了。啊，数据线在这里，一根 C 到 C 的数据线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来自 AK 的底座，这里面也送了一条数据线，也是 C 到 C 的，这个放的有点随意嘛，就塞在这了。这个底座是 PD10的一个标配，它这里有一对 XLR 的输出，双3星的，分别是左和右。通过这一对输出，我们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耳放、功放或者说有源音箱上面了。这个底座下面还写的就是充电和数据，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如果说要充电的话，也可以使用这个底座去进行一个充电。当然了，这个 USB 口是一定要连接一个充电头的。这个底座就设计感而言啊，我认为做的不能算差的。其实 AK 做底座已经有一阵了，比如说像最早之前的 AK380。也是有类似的一个功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通过这种底座去连接一个播放器之后，这个播放器某种程度上面，它更加偏向于我们的台式设备了。这里接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比如说这边放一台电脑，或者说连接一套真力的有源音箱，我认为都是 OK 的。就产品理念而言，我对于底座没有任何的疑问，因为它能够赋予播放器第二种形态。并且能够很大程度上面丰富我们的一个日常使用，因为它带来的一些功能性的拓展了嘛。但是啊，开始吐槽，为什么这么讲？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明白了。这个是很要命的，我个人不太明白为什么它要这样设计。首先，我们把机器套上皮套，大家看着这个颜值还有这个设计感，我认为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我套的皮套就装不进去了呢？是的 ，AK 这一次在这个细节方面，我认为它是没有考虑到位的。因为如果说我们套的皮套的话，第一它会增加播放器的一个厚度，第二它会增加一个高度。高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您可以看到这个皮套的底部与这个 Type C 的底部是大概有个3毫米的一个落差的，而这个3毫米的落差再配合皮套本身的这个3-4毫米的这个厚度，就导致了没办法插进去了。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？如果说这台设备我们只是当做一个便携播放器使的话，那我们每次听都需要把皮套拿掉，然后才能装上这个底座。那这个在使用体验上面，我认为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。如果说我们不套皮套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把它当做一个小型台机去使用的话，那这个设备等于说也固定在了这种形态。因为如果说我们便携用的话，我很难想象不套保护套的一个使用场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好，第二点吐槽就是前面说的 AK 的设计是 OK 的，就是他们在颜值上面肯定是漂亮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表面的这个拉丝，还有这个 LED 灯，这里是有个 LED 灯的，以及这几个按键。但是啊，我要开始吐槽了，就是 AK 的设备撞一下。这个尖尖角可以看到，撞了几下，这个皮肤都已经白了啊！它这个角度之尖锐，它这个90度是直角的，它没有做任何的弧形或者说椭圆形，就是一个直角。所以这8个角
如果说我们不套保护套去使用的话，那放在这个口袋里面，这个场景不瞒大家说，我有些难以想象，因为但凡这个碰到了还是哪里，这个真的是会很疼的。所以我认为 AK 这一次的这个跨界融合做的不是特别的到位，在细节上面还存在一些改进的空间。所以这个底座我就暂时先不去管它了，我们着重回到 PD10，把它作为一台随身播放器的场景当中去。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，以往我们开 AK 播放器，大家肯定可以看得到，在侧面也就是右侧一定会有个音量旋钮的。这个音量旋钮，如果说是旗舰播放器的话，比如说像 SP3000、2000，它还会兼具一个电源键的作用。而这一次 AK 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就是把这个音量键给它取消掉了，同时加入了一个锁定键。这个锁定键之前是没有的，因为 AK 有那个软件锁定，就是我们下拉之后会看到一个锁的按钮，把它点住，点一下之后，它的这个按键就不起作用了。那么取消了音量旋钮，对于我们的日常使用有没有什么弊端呢？我认为就还好，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习惯的，稍微操作就转换过来了。然后耳机口可以看出来 AK 是彻底把这个 2.5 给它放弃了，这一次也仅仅是保留了 3.5 和 4.4， 但是没有 Can Ultra 的那个 9out。 是的，这一次的 9out 就是转移到了底座的这个输出上面来了，所以顶部的话只保留了2个 Phone Out， 也就是耳机输出。然后这一次的机身采用的是不锈钢的一个机身，这种材料让 PD10的这个重量达到了435克，但是这一次有点出人意料啊，就是我们知道 SP3000 和 SP3000T 都是490多克的一个重量嘛，而这一次 PD10大概是减了1两的一个重量，但是它在手感方面却让我们觉得轻了不少，特别是戴上保护套之后的一个手感，我认为非常不错，不存在那种就是坠口袋的一个情况，但是说它又有着恰当的就是我们叫握持感，所以这一次在这个重量和体积方面，我认为 AK 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开机，膜这里我就先不贴了，回头我再慢慢搞。这一次 AK 的 PD10在解码芯片方面和之前也是不一样的，它用了一个全新的解码芯片，也就是4498EX， 是采用了4颗，然后2颗4191，也就是说是4+2的一个配置。在解码芯片方面，这一次是一个全新的解码芯片了。然后在系统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异的，和 SP3000 Can Ultra 它的一个页面显示都是一致的。这里我刚刚下拉了一下，这次没有那个锁定按键了。如果说我们要防止误触的话，就需要手动的去把这个锁定按键给它打开就可以了。打开之后，屏幕上面会显示的按钮锁定开启。打开机器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4首音乐，这4首音乐就是播放器出厂内置的4首测试用的音乐。然后与之前而言啊，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了，叫做 AMP。我们可以手动的去切换 Normal 还有 High。但是重点在于 Smart， 因为这次 PD10创新性的运用了2套放大器，其中一套是对应高阻，另外一套是对应低阻的。这个 Smart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PD10这款机器可以自动检测您耳机的这个阻抗，并且调整到适合的功率，因为它内置了2套放大电路，分别对应高阻头戴以及低阻的耳塞的。那其实看到这2套放大电路啊，我想起来一个之前好评还挺多的机器，就是 AK 的 SE200。那一款机型的话，它是一共有4个耳机口，分别对应2套解码芯片，也就是 AKM 还有 ESS 2个方案了。但是就我自己还有我周围朋友的一个使用情况来看， SE200几乎大家都在用那个 AKM 的芯片，而没有使用 ESS 的芯片，因为 AKM 芯片具备更多的音乐性，而且听起来也会更加的生动和鲜活一些。这一次在 PD10上面，解码芯片没有用2路，结果放大芯片用了2路。但是就我前期的一个试听感受来说啊，我会强烈建议大家，无论您用什么耳机，无论您是耳塞还是头戴，虽然它有 Smart 技术可以检测，但是我会建议您把它开在 High 档位，而不要开在 Normal 档位，因为在 High 档位下面的一个声音表现，我认为才是 PD10的一个真实水准。然后其他方面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9out 线路输出 DAR 升频 EQ 就是效果，然后 Crossfade 左右交叉互馈，Car Mode 就是汽车模式，打开之后这个屏幕是横过来的。然后 XLR 这个是之前的设备所没有的，我们这里是点不开的，我们需要接上这个设备。哇，原来会亮的，这个好看哎，这个。它这个颜色是显示当前的这个采样率的，就是用不同的颜色来显示当前播放歌曲的采样率。然后这个颜色紫色和顶部的这个采样率指示灯是同步的，这一点我认为做的还是比较贴心的。在连接上之后 ，XLR 这个我们就可以打开了。XLR 打开之后，它有2种模式，一种叫线路输出，就是它的电平是固定在一个值的，我们这时候调音量是没有办法调的。第2种的话就是前级输出，前级输出的话就是 PD10依然可以控制输出的音量。
9 out 的话，适合我们连接独立的功放或者耳放，然后前级模式的话是适合我们去连接，比如说像 EV1 啊，或者说真力的这种监听音箱，因为很多的监听音箱它没有办法调节音量嘛，我们用前端设备去控制，这时候就很方便了。说到这里，其实我想起来一个点，其实它可以做一个遥控器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更方便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嘛。因为它没有遥控器的话，等于说我们调节音量要手在这里去摁去调节音量，这个对于我们的操作，我认为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不便的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设置，当然了，前面介绍的这些快捷按钮，我们都可以编辑或者说调整顺序的。接下来我们进入详细的一个设置，这里面就是系统的主设置页面了，这个会比较的繁琐，所以这里我就不一一去说明了。我们着重讲一下其中几个模块吧。第一个是蓝牙 ，PD10也是双向的一个蓝牙，并且支持的这个蓝牙协议非常非常丰富，并且还可以手动设置这个采样率以及这个位深度，也就是16比特、24比特等等。AK File Drop 这个是建立在 FTP 协议下面的一个文件传输模式，但是这个功能我不推荐大家去开，因为速度非常非常慢，大家尽量不要去用。大家如果说要把电脑里面的音乐拷贝到这个机身里面的话，我还是会建议大家用这个数据线去连接电脑，速度会快很多的。这个 Run Ready 的话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卡片，就有送2个月的那个润会员嘛。如果说我们要使用润，把它作为 Run Ready， 也就是播放端的话，我们要把这个功能给它打开。这里有一个新增的，之前在 AK 的设备里面是没有的，也就是这个 AirPlay 了。AirPlay 的话，主要是针对苹果系的产品，比如说 iPad、iPhone 还有 Mac， 支持 AirPlay 的一个文件播放协议。我们打开这个协议之后，在手机上面下拉，打开 AirPlay， 选中 PD10这个设备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 PD10和您的 iOS 设备一定要在同一个局域网下面，否则的话也是收不到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线路输出，这个线路输出我们可以设置调整的这个幅度，用以适配不同的放大器。然后剩下的方面其实和其他 AK 的设备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。接下来一个不同点就是电池方面的了，因为我们知道 AK 到目前为止续航做的最好的是那个 SR25 和 SR35， 标称的话大概是18到20小时的一个续航。但是除了 SR 系列，其他产品的续航这个大家都懂的对吧？像 SE300 或者说3000系列对吧？它的那个续航普遍都是个位数。像 SP3000 的话，我一般听7-8个小时。SE300 如果说我开 NOS 加 A 类放大再加高帧1的话，大概只有5个多小时的一个续航，这个续航对于我一个通勤党来说啊，其实是有些不够用的。而这一次的 PD10，它的一个续航在指标参数上是15小时的一个成绩，也就是说我们打个折扣，我们打个9折嘛，打下来的话，那差不多是1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续航。那这个续航对于我来说，就意味着可以3天一充的，并且这一次在快充方面也是升级了，支持了一个 PD 3.0的一个快充技术，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把机器充满电了。然后在大家比较关心的速度方面，这一次 PD10采用的这个 CPU 是和 SP3000这些一样的，也就是那颗8核 CPU。这颗 CPU 大家用过的都知道，基本上我们日常的这个听音需求是完全可以满足的，这方面不需要有太多顾虑，速度也是非常 OK 的。不会说像 SR35 或者说 SE300 那种卡到爆的一个情况，在 PD10上面是没有的。最后就是它的一个存储的，这一次本身内置的是256G 的一个存储，然后还支持 1.5T 的一个 TF 卡扩展，在机身容量方面，我相信可以满足大多数朋友的一个要求。那这款机器今天咱们就不说声音了，因为播放器的声音涉及到搭配不同的耳机啊，以及试听不同的曲目，所以它的一个声音其实很难说用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。所以关于声音方面，今天咱们就不讲了。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原生态的北京、上海还有广州门店，接下来都会陆续提供样机试听的，您不妨带着您的耳机直接到我们门店来试试看，看看它的声音到底如何。好了，那本期的一个开箱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开箱再见。